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美国智库研究认为难以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持续的制裁。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和智库纷纷就这场冲突的过程和后果做了各种各样的总结和解读。其中一个重点主题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各种制裁是否真的起了作用，俄罗斯是否还有实力将特别军事行动持续下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的一份报告，总结了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并且对未来做了预测。这份报告在西方国家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因为他认为对俄罗斯的持续制裁不太可能带来致命的打击。俄罗斯不会出现西方媒体普遍期盼的经济崩溃、政权更替等结果。报告说虽然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措施正在损害俄罗斯的经济，但他们造成的损害比许多人预测的要小。部分原因是俄罗斯能够持续的进行能源的出口，因此制裁不太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这一点从俄罗斯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就可以看出来。在去年2月23号，也就是冲突爆发的前一天，1美元兑81卢布，到3月初，卢布很快贬值到了1美元兑132。但是随着俄罗斯政府和其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卢布的汇率很快就反弹。那么最近是维持在1美元兑76卢布，与冲突爆发之前差不多。CSIS 报告给西方制裁的效果和俄罗斯经济社会未来的走向提出了7点判断。一是俄罗斯可能会经历经济衰退，俄罗斯2023年的预算的赤字将比政府预测的 2.3% 高出至少 1.5个百分点。俄罗斯政府正在耗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的 GDP 可能在本10年结束的时候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二是俄罗斯经济的国有化进程可能会继续加快，这和俄罗斯对西方企业撤资以后的处理的措施直接相关。第三是俄罗斯很可能进行有缺陷的进口替代。目前俄罗斯在农业、畜牧业和能源生产领域的进口替代政策很成功，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工业领域并不成功。四是俄罗斯可能会经历通胀率的上升。俄罗斯中央银行将俄罗斯2022年的通胀率是定为 11.9%， 可能低估了该国的真实的通胀水平。五是持续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引发俄罗斯公众的不满。六是制裁不太可能引发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的效应。这是西方机构在俄罗斯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的数据，值得怀疑。第七是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动荡的镇压，对俄政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但是目前的俄罗斯反对冲突的呼声并不高，没有形成规模，但往往占据西方媒体的头条好像规模很大的样子，对西方形成了误导。CSIS 做出这些判断是拿国际社会对伊朗和南非制裁的结果来做对比，对俄罗斯并不一定适用，因为俄罗斯的国家实力、经济体量和人口的数量要比伊朗或者是南非大得多。即使是伊朗和南非，也没有出现经济崩溃伊朗经济在国际制裁下低迷了很多年，社会上不满的情绪也很高，在西方的煽风点火下很容易出现反政府的浪潮。但是目前伊朗经济仍然能够维持下去，伊朗当局仍然是牢牢地把持着政权。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虽然导致了曼德拉被释放，并且黑人掌权，但是在此之前，南非是南部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倒是曼德拉政府将南非经济搞糟了。俄罗斯人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时候长达10多年的痛苦，承受力要比西方国家想象的大得多。受了一点经济冲击就上街，这不是俄罗斯人的传统。目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是五花八门，真正对俄罗斯有一定伤害的制裁主要在于2个方面。一个是技术的禁运，尤其是半导体元器件的禁运，将阻碍俄罗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军工生产。
第二是金融封锁和能源出口的禁运，企图切断俄罗斯经济的最大的血管。但是在印度、中国和不站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这些不利影响是可以缓解的。在这份报告里面呢 ，CSIS 还提到了中国，因为美国试图在台海战争爆发以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对此CSIS 指出，对中国实施类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将更加困难，还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的破坏。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处于全球经济领先地位，而美国在制成品方面严重的依赖中国。更糟糕的是，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扰乱其中之一或者是两者经济的任何行为，都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不良的后果。所以 CSIS 结论是经济威慑应该被视为军事威慑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这是无奈的总结。美国连军事威慑伊朗都不起作用，还指望着军事威慑中国和俄罗斯吗？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